前段时间，有个朋友问我是怎么保持精力那么充沛的。他说看那些厉害的人物，不管多大年纪，哪怕到了50、60岁，依然能熬夜做事，状态好得不得了。他特别想知道有什么秘诀能让自己也变得这么有活力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自己确实算得上是个精力旺盛的人。30多年来，每天睡上7个小时就完全够用，白天几乎不会觉得困，也从不需要眯一会补充精神。每天花在思考问题、赚钱或者推动事业上的有效时间，至少能保持在10个小时以上。而那些更厉害的大人物，他们的表现简直让人叹服，每天高强度的忙碌12个小时，完全不在话下，甚至一点疲惫感都没有，反而还乐在其中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觉得主要有4个方面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跟天性有关，有些人天生就特别活跃，脑子转得快，性格活泼，喜欢到处折腾，创造力也特别强。不管是20岁还是60岁，他们总有忙不完的事情，根本闲不下来。有一种说法挺有意思，说这类精力充沛的人，他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可能是负责出去打猎的，总是需要动起来。而那些容易想睡、懒散的人，他们的祖先可能更多是留在营地里看守东西的，习惯了安静和等待。你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人，肯定能发现几个特别能折腾的家伙，他们内心好像总有一团火在烧，跟年龄完全没关系。这一点上，我觉得不得不承认天生的因素确实存在。你自己心里应该也有数，到底是不是那种喜欢搞事情的人。如果是的话，千万别辜负了老天给你的这份天赋。第二个原因跟权力有很大关系。同样是每天忙12个小时，对普通打工仔来说，这种强度可能会让人觉得筋疲力尽，甚至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。可对那些创业者或者老板来说，情况完全不一样。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不仅不会觉得累，反而还能从中汲取能量。想象一下，普通人在外面可能被抱怨挤来挤去，可到了公司，所有人都会带着笑脸迎接他们，用敬语跟他们说话。他们自然更愿意待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反正具体的事情都有人去做，他们只需要动动嘴指挥一下就行。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会让人体内多巴胺分泌增加，带来持续的愉悦感，让人始终保持精神抖擞的状态，看起来容光焕发。第3个原因在于远离琐碎的麻烦事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每天生活里总会冒出各种烦心事，一会要去买菜，一会要去洗车，一会又得去接孩子放学。孩子在学校闯了祸，老婆在家跟你吵架，楼上邻居的小孩老是蹦来蹦去，隔壁夫妻又在大声争执，这些事一件接一件，没完没了。而那些大人物呢，他们几乎不会被这些小事缠身，他们会花钱请人去处理这些费神又没什么回报的事情。比如开车这件事，有些有钱人确实喜欢自己开车上下班，因为他们享受驾驶的过程。可大部分老板都明白，每天开车通勤其实是一种负担。如果选择叫车或者请司机，他们就可以坐在后座上休息、玩手机或者处理点工作，这样能省下不少精力。生活中其他类似的琐事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能花钱解决的，尽量别自己动手。第4个原因跟回报的吸引力有关。有一本书叫《资本论》，里面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。当利润达到 10% 时，便有人蠢蠢欲动；当利润达到 50% 的时候，就有人敢铤而走险。当利润达到 100% 时，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；当利润达到 300% 时，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。所以当一件事能带来的收益足够诱人时，根本不需要别人催，自己就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干劲十足，乐此不疲。普通上班族每天的收入可能就几百块，时间长了自然会觉得累，提不起劲。可对老板来说，他们一天的收益可能有好几万，想懈怠都难。网络上之前还有个传言，说深圳某位大佬其实早就得了抑郁症，但因为赚的钱实在太多，病都发不出来，财富硬生生把状态撑住了。
精力旺盛其实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，每个人都有潜力让自己变得更有活力，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像我自己，除了上面说的那些原因，可能还跟我喜欢挑战有关。我不太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总想着试试新东西，这种心态让我每天都觉得有希望，自然就不会觉得累。而那些大人物，他们能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高昂状态，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始终在追求更大的目标，永远不满足于现状。所以，如果那位朋友真的想让自己精力更旺盛，不妨从这几个方面试试看。先问问自己，是不是天生就喜欢折腾？如果是，那就多给自己点空间去尝试新东西。然后想想，能不能尽量把琐事交给别人去做，把时间留给更有意义的事。再来，保持点运动和好的生活习惯，别让身体拖后腿。最后，给自己找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，哪怕不大，只要能让你兴奋起来，精力自然就会慢慢跟上来。那些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永远不累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早就把这些道理融入生活里了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